绣花鞋第1集。乡下有个习俗，就是在人死之后，生前所用的一切物品，诸如衣服、鞋袜、药物、食物、饰品等，都要拿到离家远远的大路旁边丢弃，或者火化。说是防止死者太过恋家而阴魂不散。一同丢弃的还有为死者做法事时用过的某些道具法器，说是这些法器已经沾染了阴气，失灵没用了。乡里人都知道这个风俗，然而在某个早晨发现路旁有一堆衣服或奇形怪状的法器物品，却也不惊奇，只离得远远的走过去，更不会去捡起这些东西来把玩，怕是晦气跟了身。当然也有例外的，就是命太贱的人，比如乞丐、流浪汉、疯子、傻子等。这类人是可以捡来死人物品为己用的，因为上天怜悯这些人，不绝人之路，给他们一些生存福利。但是若正常运输的人一时无知或贪心，捡了这些大路旁的丧物回家，这人可能就要倒霉运了，甚至遭遇阴灵缠身。话说那年冬天异常寒冷，这极少出现霜冻的山乡里，在那一年竟也飘起了点点雪花。冬种农作物是做不成了，乡民只得闲下来，男人们卷着被子，在这下午5点钟便已暮色沉沉的日子里，过家喝酒或打牌。孩子们早早的上床躲进被窝，女人们则坐在被窝旁，一边与姑嫂聊家常，一边穿针引线，为家中老幼织棉衣、绣花鞋，争取一个暖冬的到来。村中一个叫春香的妇女也正做着这样的事儿，只是她绣的花鞋实在是难看，线头杂乱，尺寸大小也往往不适合孩子们的脚丫。丈夫看到孩子的嫩脚丫被春香所绣的粗劣的花鞋勒得紫红，便抢过春香手中的线球扔到地上，大发雷霆。春香便委屈地叫嚷道，说我一个从外乡嫁来的女人，哪做的这等线鞋的活？你有本事就在本乡另娶一个专长绣花鞋的姑娘混日子去吧。两夫妇在房间里闹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春杏便赌气拾了几件衣裳，要去相隔2山的姐妹家过上一夜。天寒，山路一片寂静，草丛早已被风雪压得连根枯萎，山间只有时不时从树上掉下来的枯枝。几只寒鸦飞过，发出嘎嘎的叫声。春香挎着小布袋，小心翼翼地迈过了一座山间的独木桥，嘴上依然喃喃地骂着家里那位挨千刀的野蛮汉子。抬头间，忽然看见了桥头不远处的一堆衣物。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衣物，有新有旧，大多数是孩童的衣物，旁边凌乱地放着一些布娃娃、塑料玩具等。地头上插着3支烧去大半已灭的香火。春香匆匆看了一眼，正要走，一双明艳的红色绣花鞋赫然出现在衣物堆上。春香咦了一声，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了起来。这红色绣花鞋以白棉做边，鞋垫厚薄适度，鞋面上以金丝线细细地点缀着花兔喜鹊，红白金黄搭配，煞是好看。也不知道是哪家姑娘竟有如此巧夺天工的技艺，更不知是哪家女子竟是这样暴殄天物。这外乡嫁过来的女子感叹，或许是对本乡习俗不甚重视，又或许是对这绣金花鞋确实是爱惜。
她便弯腰拾起这双小巧玲珑的鞋子，放进自己的小布袋。待春香气消，晚晚从姐妹家归来，把5岁的小女儿抱起，从布袋里拿出一双崭新的红色绣花鞋，往小女儿脚上一套。说来奇怪，这绣花鞋大小刚好符合小女儿的脚丫，就像专门为小女儿打造的一般。看着小女儿喜笑颜开，撅着小嘴儿故意把脚抬得高高的，向其他小伙伴炫耀她崭新的绣花鞋，春香却也开心，心中的一丝忐忑也放下了。丈夫从邻家喝酒归来，看着小女儿脚上漂亮的新鞋，知道是本家婆娘今天到姐妹家要来的礼物，也鄙夷的看了一眼春香，吐着酒气上了床了。一家人睡至半夜，春香便被小女儿梦中的呻吟声吵醒，于是坐起来，睡眼惺忪的望向了旁边女儿的小床。床上的被子盖得好好的，小女儿却在梦中皱眉一语，哭喊着疼。春香爬起来，爱怜的抚摸着小女儿的额头，额头却也不似发烧，反而有点冰凉。春香喃喃地说了一句：“这鬼天气，也是冷得过分了。”便把女儿抱上自己的床来，捂在温热的胸口里睡下。旁边的丈夫眼也不睁一下，便翻身沉沉地睡去。春香轻轻地摸着小女儿的脊背慢慢睡去，自己正睡至朦胧处，便感觉被窝下有一双手沿着自己大腿滑了上来，最后抓在怀里的小女儿的脚丫上。小女儿便开始呻吟喊疼，春香知道是丈夫睡觉不正经，便小声骂道：“这个没良心的，咱女儿好不容易睡下，你却是这般造作，还不放开你的猪蹄！”见丈夫翻睡到一边没动静，春香便来气，伸手进被窝，抓起那双手，正要甩出一边去，却突然在被窝里停住了。抓在小女儿脚丫上的，竟是一只皮肤滑嫩的小手。只是这小手有股狠劲儿，春香用力掰了一下那小手手指，那手指纹丝不动的牢牢抓着小女儿的脚掌上。春香大吃一惊，睡意全消，颤抖着双手慢慢的掀开被角来观看。被窝里，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正趴在春香脚下，瞪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看着春香，嘴角挂满邪邪的笑意，双手始终嵌在小女儿的脚上。春香呆了一刻，这是哪家的孩子？这大半夜的。接着瞬间反应过来，把被子一扔，哇的一声尖叫起来，全身的汗毛一下竖了起来，抱起怀里的女儿便跳下床。熟睡中的丈夫被尖叫声惊醒，挣扎着翻坐起来，看着光脚站在冷地板上不停颤抖的妻子和他怀中嚎啕大哭的孩子，不明所以的恼怒道：“是大半夜的发什么神经呢？”妻子面如土灰，只是惊恐地指着床尾处的棉被。丈夫转念一想，难道有耗子进来了？大手把被子一抖，却是一粒沙尘都没有。于是嚷嚷道：“啊，婆娘也忒胆小！”接着把被子一铺，又要睡去。春香精心初定，细想说：“难道我看错了，还是做了噩梦啊？”满腹惊疑地哄着怀里的小女儿，重新睡下，已将近黎明。第二天早上8点多，太阳才勉强冒出头来。春香起床，认真地把被子抖了几遍，确定一尘不染后，叠好被子，回过头来，拿起摆放在小床下的红色绣花鞋，正要帮小女儿穿上，却突然想起昨晚的一幕，不管是真是梦，都留有后怕了。春香认真地看了一遍小女儿的脚丫，除了脚背上
有几条极淡的手指痕迹，却也无甚大碍。春香拿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哄着小女儿穿了另外一双保暖布鞋后，便把这路边捡来的绣花鞋拿到村外大路旁，细细的看了几眼后，终于挥手扔掉了。白天里，小女儿再也不扶着脚掌喊疼，丈夫邀了几个好友来家里喝着小酒，春香弄了一盘卤水花生，拌着香脆的猪耳朵做下酒菜后，便抱着小女与姑嫂在一旁聊起了家常，家庭和乐，一天无事。当晚，待众人散去，已是冬日里伸手不见五指的2更天了。丈夫送走客人，便关上大门。春香则抱着已经睡熟的在自己大腿上的小女儿回到床上，轻轻放下。李亚夫妇忙完，正要盖被睡去，大门却啪啪啪的被敲响了。春香喊了一声：“谁呀？”不见有人回答。丈夫又睡在床上一动不动，她便极不情愿地披衣起了床。大门刚一打开，一阵寒风卷来，她全身打了一个冷战，不禁把外衣捂紧，四下一看，黑夜无边，却不见人影。地上只有一根被寒风吹得来回滚动的枯树枝。她就想，难不成是这枯树枝吹响了大门？春香把那树枝捡起，扔向屋檐下的柴堆，便关好大门，回房来了。她脱下鞋子上床，丈夫便问一句：“哪班客人呢？”春香刚答完一句“不见有人”，大门这时又是3声啪啪啪的敲门声。丈夫问了一句：“你确定没有看见人？”便很快披衣下床，夫妻俩打开大门，亮起门前灯，四周一瞅，门口只有阴风呼啸，哪里有人的动静啊？夫妻俩拿来手电，向门口四周各个角落仔细的照了一圈，确定没人以后，便惊疑着关好大门，回到房来，不敢睡下，只当是贼人来偷盗，故意投石门路。李亚夫妇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声响，便照看了一下家中的财物，觉得安全了，要再次睡下。这大门却又不早不迟的啪啪啪的敲响了3声，夫妻俩一惊，同时站了起来。丈夫嘘了一声，指了指侧房的西窗，这西窗正好都瞄见大门外的场景。李亚夫妇摸黑走到侧房门，慢慢打开窗角，向大门外望去。夜色中，只见一个朦胧的像是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的模样的人影，正在机械生硬的挥动着小手，有节奏的拍打着大门。李亚夫妇又是一惊，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小孩来访？春香的脑海中突然涌现出前一天夜里钻进自己被窝那个小孩，于是打着颤向门外那个身影打开了手电照过去。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发现背后有光照来，慢慢转过神来。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扎着2条羊角小辫子，脚下穿着一双异常显眼的红色绣花鞋，黑着一双眼睛，咧着一张缺了门牙的大嘴，正斜斜的望向西窗这里的春香夫妇。正是那夜在被窝中冷冷地抓着小女孩脚掌的女孩。春香惊恐地大叫了一声，就要晕倒。旁边的丈夫也害怕了，快关上了手电，颤抖着双脚扶着春香回到房间，关好房门。幸好房中正熟睡的小女无何异样。亚夫妇慌乱地从一个红色的匣子里找出那年在村庙里修来的观世音雕像，恭敬地摆在桌子中央，点上香火，双掌合十，口中不停地念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
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也只得求神了。说来也怪，这门外竟然也没有了声响，李阳夫妇却不敢再去开门。春香只是懊悔万分的与丈夫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自从在山间独木桥头处的衣物中捡到一双漂亮的绣花鞋后，这恐怖的怪事便连连发生了。丈夫就骂道：“说你以为这路上的东西是随便捡的吗？更何况你都说了，那地头上还插了3支没烧完的香，这不明摆着是死人的丧物吗？你这婆娘也是忒贪心了，怎么跟死人抢东西呢？”春香就哭：“我都把那鞋远远的扔到村外的路旁了，哪知道还有这样的怪事发生啊！”这夫妻俩是一夜无眠，待到天明太阳出来，听得村里有人声走动，2人才收起了观音像，战战兢兢的到前厅打开大门。这门外早起的村民在家门口招呼喂鸡喂猪，孩子也哭闹着要吃的，村庄一片祥和，完全没有了昨夜的阴风死寂。夫妇俩出来门仔细的观察了一番门前院落，却是一个脚印都没有，大门上也没有手印。2人正惊疑，抬头间却猛然发现门前那早已干枯的大树上挂着2个红色的绣花鞋。那鞋子斜插在树枝上，一眼看过去，倒像是这腐朽的枯枝上盛开2朵艳丽的大红花，异常的诡秘。毕竟连死人的东西都捡来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若被村民知道这事情的蹊跷，倒是要留了长久的笑柄。夫妻俩思索一番，等邻居进屋喂孩子吃早饭以后，才拿着长篙悄悄把树上的红鞋子给拿了下来。吃过早饭，2夫妻把小女暂时交给邻居大嫂看以后，便用黑布包着那红色绣花鞋和一些黄纸糖果等贡品，避开村民，来到山间独木桥头处，把鞋子放回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孩童衣物中。那堆衣物已经落满了灰尘，不时有几只蟑螂钻进钻出。2夫妻在那地头上摆下糖果，点着3支香火，烧了一堆黄纸。虽然不知道是哪家夭折的孩子，却也念叨无意扰了此处清静，现在专程赔礼，鞋子也还你了，孩子收了贡品就去吧，此件衣物你若留恋，我也帮你火化，你收着在阴间也好保暖，无所牵挂。说完便点着了另一堆黄纸做火口，把这绣花鞋和一堆衣物烧了，也落了个干净。我点了好几次，那堆衣物才徐徐冒出一股黄白浓烟。眼看火苗渐起，这时山间却凭空吹来一阵怪风，地上蓬草乱飞，浓烟摇曳，上空乌云渐聚，山涧也慢慢阴暗起来，一场阴雨不久就到了。和之前不知道谁插在这地头上的3支香一样，这次的香火也只烧去了一半，便被雨水浇灭，地上糖果被风扫乱一地。2夫妇全身湿透，潮湿的衣物堆上的红鞋依然明艳的摆放着，想再起火已是不可能了。夫妻俩是又冷又惊，也管不了许多，匆匆的看了一眼吸饱雨水的绣花鞋，便急匆匆的奔回村里。刚到家门口，邻居大婶便抱着正哭闹的小女过来，见到2人狼狈的模样，惊讶道：“说，难不成你俩掉进湖里了？你家小女一见下雨便大哭起来，想尽办法哄也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等你俩回来了，不想却是这番模样。”丈夫无言，春香却勉强笑了笑，说：“这外出路上遭遇大雨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番有劳大婶了。”接过小女，却是在妈妈怀里一直哭个不停，哄了大半天
才衔着一个奶糖慢慢的睡下。当天夜里，也许是白天淋雨冷着了，利亚夫妇竟然齐齐的病倒，全身忽冷忽热，眼睛发黑，勉强支撑着身体哄小女睡下以后，夫妇俩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晕晕沉沉的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似梦非梦间，感觉有个穿着碎花小裙的女孩走进房间来，头发湿漉漉的，手里提着一双滴着竹黄泥水的红色绣花鞋。也不见他邪笑着嘴巴有何动作，却发出一个冷冷的声音：喜欢这鞋子就拿去吧，但我要跟小妹妹一起走。说着便慢慢的走向小床中的女儿，伸出一双小手狠狠的掐向女儿的脖子处。夫妻俩同时惊叫一声不要，立刻从梦中惊醒，尽管头疼欲裂，但也瞬间爬起，走向女儿的木床边上。木床那儿早就没有了连衣裙小女的身影，只是那双白天被扔回山间的衣物堆上，红色绣花鞋不知何时竟异常显眼的摆在了小床下，水渍斑斑。利亚夫妻吃了一惊，急急望着床上的小女，只见熟睡中的小女开始时上哇哇大哭起来，接着便梗塞着哭不出声来，像是喉咙中有一股浓痰卡在了气管上，粉嫩的脸蛋儿憋得慢慢变成了酱紫色。夫妻俩又急又惊，慌忙抱起小女，拍背脊，想给她喂一些水喝。小女血红着眼睛，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水却只往嘴角流出，一滴也灌不进去。眼看小女气若游丝，利亚夫妻也管不得求神还是求佛，只哭泣着冒着冷雨连夜跑向村头老庙的住家。这庙祝熟悉中医，平时在村里事神之余也帮人看看病，往往一副草药便能把村民的病治好，在村中威望很高。此时俩夫妇带着哭腔急速的拍门，屋里徐徐传来老人的声音：谁呀？不一会儿，一个戴着圆圆的老花镜，留着一撮花白洋胡子的老人便走了出来。那老庙祝一看两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也是一惊，急急让门进来，把小孩平放到竹床上，先是凝神把了脉，便快手往墙边的老药柜上细细挑了一阵，吩咐春香丈夫用铜铁药盅把草药捣碎。丈夫急切把那药盅捣得震天响。老庙祝从书匣里夹出几条写符箓用的薄薄的黄纸，沾了朱砂，便拧起画出几道黄符来。这时那丈夫手下的草药早已捣碎，老庙祝拿来开水壶，把那草药屑先用热水一泡，一阵白雾升起，满室顿时生出一阵清新的香味来。接着把朱砂黄符烧了，一挥，合着草药汤倒出一小碗来，急急吹了热气，便灌小女喝下。小女依然张着嘴，脸色灰紫，只是这药汤不再从嘴边流出，竟直直流入小女的喉中去了。不一会儿，小女眼珠转动，一个侧身，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浓浓的黑痰来，接着便畅通无阻地放声大哭起来，额头一阵热汗流过，小脸蛋儿也渐渐粉红了。春香看见小女终于有了声色，也大哭着抱小女入怀，眼泪鼻涕四流，说都是妈的不好，都是妈的不好。夫妻俩对老庙祝自是一番感激涕零。待得心静下来，两夫妇便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春香边说边内疚地哭泣起来，老庙祝也叹息，说这夭折的孩童因不甘此生苦短，怨气很大，再加上孩童尚未经世，幼稚无礼，脾气无常，不怕天谴，极难镇压收服。且这怨童孤苦无依，
你拿了他的东西，他自然要缠着你，跟着你了。俩夫妻就急切说：“那怎么办呢？”妙珠却是无语。春香爱抚地摸着女儿的脸蛋，哭着说：“总不能真让他带走我家小女吧？”过了一会儿，妙珠看着哭哭啼啼的一家，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说方法是有的，只是这方法太损阴功，用了这方法，你们的后半生可能不好过了，或者贫困潦倒，或者短命无常。这父母都是伟大的，就算贡献了后半生，也要为子女作为铺垫，就算自己一生贫困，也要一心为子女的温饱贡献永生力量。”这老庙祝见夫妻俩坚持，便问：“那红色绣花鞋还在吗？”接着便交代了一个处理此事的方法。第二天，夫妻俩早早到镇上买来一袋大红苹果和一袋包装精美的糖果，都用2个黑色的布袋装着，然后把那双湿漉漉的小小的红色绣花鞋分别埋藏在大红苹果和色彩鲜艳的糖果里面，再在上面放一些纸，对着红鞋子说：“今天带你出去玩。”接着买票随意上到一趟长途大巴上，当然他们要多买1张票，2个藏着鞋子的布袋要占1个座位。过5站以后，夫妇俩便假装忘记带那个黑色袋子而下了车。那长途大巴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若哪个新上来的坐在布袋旁边位置的乘客看到布袋里的钱和水果糖果，以为是哪家探亲而忘拿走的礼物，一时贪心，带着2个布袋下车，那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便跟着他了。若是这袋子最终无人拾取，这怨童便会停留在这大客车上，每夜凌晨，这开车的司机便会发现车上总坐着一个穿红色绣花鞋的小女孩。春香家此事过后再没有怪事，冬天的日子，男人依然卷着被子，在这下午5点钟便以暮色沉沉的日子里喝酒打牌。孩子们早早上床躲进被窝，女人则坐在被窝旁，与一旁的姑嫂聊家常，一边穿针引线，为家中老幼织着棉衣。一切如常，至于那后半生的事儿，谁又知道呢？懦夫第1集。盛夏的天还是很热的，我本来打算趁着太阳没有爬太高的时候，去银行的门口提款机取点钱，可没想到这2个提款机竟然都是坏的，而另外一个提款机又离这里太远，所以我找了个阴凉处站着，等待银行开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银行只有露天提款机，搞得我现在只能跟一个流浪汉站在一起。没办法，这附近就剩下这一小块地方有阴凉了。这时我的女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带一会儿上课要用的课堂笔记了没有。我也不是很确定那东西在不在我的书包里，便告诉她我找找看，一会儿再给她打电话。我在书包里翻了好一阵儿，里里外外都翻过了，可还是不见课堂笔记的踪影。于是我拿起电话，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当我收起电话以后，发现那个缩在角落里的流浪汉竟然直勾勾地盯着我。你要干嘛？我警惕地问。老妹儿，你是找不到东西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沉思了一会儿，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一样，给我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叫张默，原来就住在这附近的家属区里。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上下班的时候像学生一样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着一些文物和杂物，包括他家里的钥匙。有一天晚上，他在外面喝了一点酒，有点醉醺醺的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进楼道，又摇摇晃晃地爬着楼梯，还时不时地摇摇晃晃地跺脚，弄亮声控灯。就在他马上要摇摇晃晃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人。张默很是诧异，因为他完全没有听到那人走过来的脚步声，就觉得一个人走到自己的面前。那人伸手拍了一下他的书包，诡异地冲他笑了一下，就下楼去了。张默被吓得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他稳了一下心神，就把手伸进书包找钥匙，可是他的钥匙竟然找不到了。这不可能，他的钥匙一直单独放在书包的夹层里，根本不可能丢的。他把自己的书包翻了个底儿朝天，可还是没找到。他是一个人独住，如果钥匙弄丢了会很麻烦，大半夜又不好打电话找人来开锁，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纠结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听见自己家里仿佛有什么声音，于是他就把耳朵贴在门上，是小偷吗？他这样想着。可是他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惨叫和仿佛正用菜刀剁骨头的咔咔声。啪！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吓得他差点昏死过去。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刚才那个他看到的人又回来了。张默刚要叫出声，那人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然后低声说道：“你等一会儿再找，就等一小会儿。”等一会儿再找什么？张默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随后才意识到，那人说的可能是让自己等一会儿再找钥匙。就在他愣神的功夫，那人竟然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张默咽了一口唾沫，觉得自己今天晚上一定是喝多了。他见那人不见了，就又担心起自己家里的奇怪的声音。可当他把耳朵再贴到门上的时候，却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他松了一口气，决定将这一切都算到酒精的头上，于是又伸手去摸钥匙。这一次他一下子就在书包的夹层里找到了它。真是奇怪，刚才我怎么没找到呢？他心想，然后打开了门。他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我的女朋友又把电话打了过来，我一边对流浪汉张默做了一个稍等的手势，一边接起电话。他说我的笔记本没有在他那里，让我再在书包里找一找。我刚要反驳他，突然想到流浪汉讲的那个故事，便让女朋友稍等一下。我将书包放在地上，伸手随便翻了一下，果然找到那个本子。我愣了一下，对他说一句找到了，就扭头对张默说点什么，可是他却不见了，就像他故事中提到的那个人一样。虽然笔记本找到了，但我还是因为一件事而纠结。张默打开门之后看到了什么呢？他当时并不是流浪汉，那会是那件事导致他流浪至今吗？不过我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因为就在我听故事的时候，银行已经开门好几分钟了，而且再耽搁下去的话，只怕我下节课要迟到了。所以我连忙走进银行，急匆匆地取了一些钱，便向教学楼走去。可是我没有走出多远，就看到前面围了一圈人，我十分好奇地挤了进去，结果发现地上扔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这塑料袋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竟然咕咕的往外流着血。哎，哥们儿，你们看什么呢？我捅了捅身边的一个男生，哎，刚才这玩意儿掉下来了，有一个人被砸到了地下。他低声说着，我毛骨悚然的看了他一眼，才明白原来不是塑料袋往外流血水，
这血是被砸的人流出来的。我就问：你们怎么不救他呀？男生没有回答，而是冲着教学楼努了努下巴。我这才注意到，距离这里最近的楼也有30多米，根本不可能有人将这么重的袋子扔出去这么远。也就是说，围过来的人发觉这件事实在是太诡异了，所以根本不敢上前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结结巴巴地问，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令我毛骨悚然的事情。也就是3、4分钟前吧，你不知道？当时操场上，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根本不知道那个男生在说什么。我跌跌撞撞分开人群，又向银行的方向跑过去。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流浪汉，问问那一次他开门之后到底看到了什么。这不过是个巧合，这不过是个巧合，我在心里反复地念叨着。终于，我在中暑之前找到那个脏兮兮的人，他正盘腿坐在一块告示牌后面，像在等着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当年你在屋子里看到了什么？我喘着粗气问道。流浪汉张默笑了。实际上我开门之后什么都没看见，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满屋子的血，就像杀人现场。但无论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在屋子里。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等他继续往下说，因为我知道他接下来一定会告诉我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如果当时我直接找到钥匙开门，会不会看到什么呢？我的脑袋轰地响了一下。他那句话的意思在我听来，其实就是如果刚才我没有给你讲这个故事，那被砸在袋子下面的人会不会就是你呢？虽然他说当时什么也没看到，但我猜事后还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他也不至于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变成了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了。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在身上摸了几把，摸出一个烟头来。他把这个脏兮兮的烟头塞进嘴里，并没有接着点燃，就这么叼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讲起来。他非常害怕，因为虽然自己什么都没做，屋子里却活脱脱就是个杀人现场。而且从那一天开始，每天半夜客厅里都会传出菜刀剁骨头的声音，而他却只能用被子捂着脑袋，祈祷着天赶快亮起来。更可怕的是，他隐约觉得那个声音距离他的房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那声音不在他的客厅传出来，而是改到他的床底下，咔咔咔，他耳朵里充斥着骨头被剁开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呻吟声，仿佛是那受害者还没有咽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刀一刀地剁开。张默不敢动，更不敢查看自己的床底下有什么。突然，他看到一只惨白的手从床底下爬出来，这只手在小臂处被砍断，断口上还有粉红的肌肉和白色的骨头茬。这只手很快爬到了床底下，最后向上一翻，露出了一只藏在手心的眼睛来。这眼睛死死地盯着张默，好像他就是凶手一样。1分钟，你为什么没有早1分钟开门？床底下传出一个凄惨的女人叫声，吓得张默魂飞魄散。我被吓傻了，不顾一切的夺门而出。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甚至不敢待在有床的地方，也不敢去上班，因为公司里有桌子跟床很像。我被他吓得头皮发麻，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就问：那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我？
那你又为什么回来找我？我回答不上来，总不能说我觉得是他救了我一命吧，这也太扯了。你知道吗？张默并没有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是继续说，后来我又见到那个不让我找钥匙的人，他说幸亏当时我听了他的话没有进去，不然死的恐怕就不止我一个了。而且他还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一个让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的人，就一定要用我的亲身经历留住他。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但我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咱俩有缘，我应该讲给你听。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我却觉得自己想明白了，这多半是一种什么稀奇古怪的法术，用来寻找有缘人并且救下他。我和一躺在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传来有规律的哐哐声，震得灰尘不住地向下落。我没有去找楼上算账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不停撞击天花板的东西并不在楼上，而在我的屋子里。天花板开始向外渗出血液，接下来出现的是什么？一个被砸扁的人，再接下来大概就是出现什么东西，吓得我冲出寝室，然后再也不敢回来了吧。然后流浪汉张默会再次出现，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下一个人。不，这不对劲。张默不是傻子，这么轻易的就能发现的事情，他不可能发现不了。哪怕当时他是被蒙在鼓里，但是他对我说那些话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而他最开始还在笑，后来却突然变成了有话不敢说的表情，那是在演戏。想到这里，我连忙跳下床，一把抓起桌子上的手机，冲出了宿舍楼。我一边向银行的方向跑，一边在手机里输入了学校流浪汉杀人的关键词。很快，我竟然搜出了数个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帖子。里面的内容无一不是在说一个叫张默的流浪汉拉住路人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他哪里是在找有缘人，分明见谁都在说。他的这种行为，我只能理解为他确实是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也确实会遇到什么危险，但是由于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只能广撒网四处碰，增加自己找这个人的几率。而从我寝室里出来的东西来看，那个人多半就是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在夜色中大喊张默，没有人回答我。我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深夜里冷风嗖嗖的从我身边刮过，冻得我后背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不过现在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算是半夜也不应该这么冷。我惊恐地环顾四周，却发现校园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群黑色的影子，他们慢慢地将我围住，像是要将我分食一样。突然我看到张默出现在这群黑影后面，他哆哆嗦嗦地掏出那个烟头叼在嘴里，依然没有点燃，然后大吼一声冲了上来。那群黑影像是炸了锅一样，随后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那是一群尖牙利爪的恶鬼。我被吓得瘫软在地上，腿肚子一直抽筋。张默已经被扑倒了，紧接着就从他身上传来撕裂生肉的声音，还夹杂着他的惨叫声和飞溅的鲜血。那些恶鬼很快就得到满足，捧着张默的血肉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东西咕噜噜地滚到我的面前，那是张默的头，他的嘴里还叼着那根烟。我惊恐万分的是，他竟然还没有死，而是呲牙咧嘴地望着我，甚至还勉强笑了一下。他说：
对不起，我对你说了谎。那天晚上，他并没有按照那个人所说的去做，等上那么一小会儿才去掏钥匙，而是直接把手伸进了书包里，拿出了钥匙打开了门。门里面是和今天晚上相似的场景，只不过被那群恶鬼所分食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当时她的脑袋被一个特别高大的鬼拎在手里，2只眼睛流着血泪，凄惨无比的求他救救自己。可是张默害怕了，他吓得扭头就跑。后来他酒醒了，觉得自己可能做了一个噩梦，就壮着胆子回到了家。家里一切都没变，连一丁点的血迹都没有，这让他安下心来。半夜里，那女人的一只手从床底下伸了出来，还带着一只眼睛。他要回来看看这个将他弃之不顾的胆小鬼，看看他是否对自己做出的事情感到后悔，因为她是他的女朋友。我后悔了，可那又怎么样？人头流出了2行血泪。我在最关键的时刻，在自己最爱人的面前，选择了当一个懦夫。我当了那一次懦夫，那就是一辈子都是懦夫。后来他从家里逃了出来，失魂落魄的在街上游荡了很久。等他清醒过后，带着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进了网吧。他查到自己所见到的惨剧是百鬼夜行宴，每次宴会只有一个牺牲者，但下一个牺牲者则会是牺牲者最后一个联系的人。而且在那人被吃掉之前，那些鬼会用上一个人的死状来吓唬他，牺牲的恐惧就是他们最好的调味料。当初阻止他的那个人叫做元鬼，那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但法力十分低微的鬼。他们会在人即将遇到危险的时候出现，用法力暂时将那人身上的某样东西给藏起来，让他远离危险。当然，他们并不是只救百鬼夜行宴中的牺牲者，碰到了即将遇到危险的其他人，他们也会一并救下来。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四处传播？是想让这件事情扩散到不认识的人身上，好让亲戚朋友逃过一劫吗？他并没有回答我，我却一下子明白过来，我的课堂笔记在他面前不见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自杀变成元鬼，他只是想救我而已。这次他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一只鬼，所以应该不会找你，他们没有下一次宴会了。张默神情安详地说，我终于勇敢了一次。如果你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告诉身为宴会目标的人，跑是跑不了的，只有勇敢地站出来才能结束这一切。我救你们，就是为了有人能将这个事情传播下去，让他再也找不到下一个牺牲者。八大，张默嘴里的烟掉在地上，我想这个他最后都没舍得抽掉的烟头，一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了。懦夫还是英雄？我埋掉了张默的人头，缓缓地向宿舍楼走去。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张默就是宴会目标的话，那么为什么那群鬼一开始围上我？百鬼夜行宴，万一这里的鬼不止100个，而是有很多个，那岂不是不止一个人会成为鬼的目标？我连忙给自己的女友打了一个电话，接通之后，里面传出来一阵熟悉的哀嚎。张默以为救了我，但却没想到学校里的鬼的数量多得可怕，他只是暂时替代了我被吃了而已。现在
我都不知道谁会成为宴会的下一个目标。那群吃了他的鬼很快就会再次找到我。我的面前出现了几个黑影，他们嘴边沾着新鲜的血肉，红着眼睛盯着我。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全部都赶过来，只有少数几个发现了我。我到底是选择当一个懦夫多活一阵，还是选择当一个英雄？哪怕只有一瞬间。拿你出气，第1集。如果让姚浩明重新选择，就算打死他，他也不会走进这片小树林。5分钟前，姚浩明回校路过这片小树林时，听到小树林里传来一阵呼哧呼哧的声响，听起来就像有什么人正在拼命吸气一样。姚浩明好奇极了，蹑手蹑脚地走进小树林。没一会儿，姚浩明来到小树林中间，就看到一棵歪脖子树上悬空吊着一个人。这人背对着姚浩明，胖乎乎的，被一根绳子从上到下绑得像一个粽子似的。听到响声，这人突然一个扭头，朝着姚浩明望了过来，可把姚浩明吓坏了。这是一个鬼，一个舌头外伸、眼珠突出眼眶的吊死鬼。瘆人的是，这鬼的舌头在嘴里一伸一出，正在拼命的吸气。与此同时，他的身体正在慢慢的膨胀，一张脸已经膨胀的完全变了形了。姚浩明吓坏了，忍不住的尖叫一声，扭头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学校门口。学校门口的拐角，有2个男生正争得面红耳赤。姚浩明定睛一看，这2个男生都认识，一个叫张小林，一个叫王林。你们吵什么呢？姚浩明凑上前去，心有余悸地说：“告诉你们，我刚才见鬼了。”又来一个故弄玄虚的。王林根本就不相信姚浩明的话，冷笑一声，头也不回的走了。张小林苦笑一声：“哎呀，也不是为什么事争吵，王林是说不过我才气成这样的，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哎，对了，你刚才说遇到鬼了，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亲眼所见。”姚浩明把见鬼的事儿跟张小林叙述了一遍。“姚浩明，你可要当心了啊！我怀疑这吊死鬼就是冲着你来的，不然这么多人，为什么这吊死鬼就偏偏被你撞见呢？”张小林惊得倒吸一口寒气。姚浩明一听更害怕了，再也不敢在室外待着了，当即拉着张小林回了寝室。夜越来越深，突然一声尖叫划破了宿舍楼的宁静。张小林和姚浩同时惊醒，仔细一听，就发觉叫声是宿管大爷发出来的。等张小林和姚浩明跑到宿管大爷的房间时，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学生。2人挤进房间一看，都吓得脊梁直冒冷汗。王林蹲在房间的一角，双手抱着一个大气筒，嘴巴紧紧地含着大气筒，正在不停地往嘴中打气。瘆人的是，王林的身体就像一只充了气的气球，一点点地膨胀着。“我活了一大把岁数了，还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事儿呢！这小子一定是在装神弄鬼，戏弄我。”宿管大爷很快镇定下来，抄起地上的扫帚就去抽打王林。砰的一下，扫帚打在气筒的软管上，一下子把气门从王林的嘴中掉落。噗的一声，一股气流从王林的嘴中喷出，在气流的反作用下，王林一下子窜到空中，充满气体的身体迅速地瘪了下来。就这样，王林跌落到地上，伴随着几声咔咔声，王林的脖子断了，脑袋也裂了，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令姚浩明和张小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是姚浩明撞的鬼，为什么被缠的却是王林呢？1晃2天过去了，
这2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姚浩明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回肚子里了。这天晚上回寝室的路上，姚浩明和张小林路过操场，发现一个体型圆滚滚的男生正在操场上夜跑。姚浩明和张小林走近一看，吃了一惊，发现这个男生竟然是刘畅。刘畅性格胆小懦弱，长得又是瘦又小，没想到几天不见，原本又瘦又小的身材竟然变成了又圆又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了。面对姚浩明的疑问，刘畅哭丧着脸说道：我去医院检查了，却什么病也没有，没办法，只好夜里出来跑步减肥了。依我看，刘畅一定是被鬼缠着了。姚浩明想起那天晚上遇鬼的事儿，连忙把张小林拉到一边，小声的说道：那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免得惹上这个鬼。张小林非常害怕，连忙和姚浩明离开了操场。刘畅望了一眼姚浩明和张小林的背影，摇了摇头，继续开始跑步了。刘畅一个踉跄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摔倒声惊动了姚浩明和张小林二人，吓坏了，连忙朝着刘畅跑过去。然而二人只跑了几步，刘畅就在地上掏出一把锥子，朝着身上刺去。等到张小林和姚浩明赶到刘畅身边的时候，刘畅已经把全身戳出一个又一个血窟窿，瘆人的很。这些遍布全身的圆孔却没有一点血流出来。刘畅力气太大，张小林和姚浩明争夺了半天都没有把锥子从刘畅的手上夺下来。终于刘畅停止了用锥子戳身体了，他扭头看向了张小林和姚浩明，嘴角一撇，一丝诡异的笑容在脸上一闪而过。就在这个时候，伴随着一阵此起彼伏的噗噗声，刘畅身上那些被戳的圆洞中忽然冒出一股股黑色的气体，紧接着轰的一声，刘畅圆滚滚的身体迅速的瘪了下去，整个人一下子被弹到了半空中，瞬间就没了踪影。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吓得张小林和姚浩明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两人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刘畅没有回落地面，只好悻悻的回寝室了。夜深人静之时，一阵敲玻璃的声音响起，把熟睡中的张小林和姚浩明惊醒了。二人顺着响声朝窗户望去，只见漆黑的窗外一张变了形的人脸倒贴在玻璃上，一边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玻璃，一边朝屋里张望。张小林和姚浩明吓得魂不附体，要知道他们的寝室在3楼，正常人是无法倒立悬空在窗户前的。张小林，姚浩明，是我，开窗子呀！窗外有人叫道，是刘畅的声音。张小林和姚浩明都听出来了，连忙打开灯朝窗户望去，这才发现确实这个人就是刘畅。张小林和姚浩明打开窗户，这才发现刘畅被墙角挂住了衣服。我从空中掉下来了，怕被人发现，因此才敲玻璃，不敢大声叫你们。幸亏被墙挂住，不然我就死定了。你是怎么被那吊死鬼缠上的？把刘畅拉进屋里，姚浩明惊恐地问：什么吊死鬼？我不明白你说的话。刘畅擦了擦额间的冷汗，纳闷地问道：是这样的。张小林接过话，把姚浩明前几天撞鬼的事儿跟刘畅叙述了一遍。我从小住在农村，见过这种死法的人。他用的是锁魂的方法。刘畅吓得脸色惨白，尖叫道：这个人用锁魂的方法把自己变成鬼，摆明了就是想变成鬼害人。姚浩明和张小林一听，
顿时吓得浑身冰冷。按照刘畅的说法，这个吊死鬼岂不是还会缠上他们？在刘畅的进一步讲述下，姚浩明和张小林总算明白了什么叫锁魂了。所谓的锁魂，就是一个人在死之前用一条绳子把自己全身上下紧紧的捆住，这样人死以后魂魄无法离开死去的肉体，从而变成一个鬼，超强实体的鬼。这么说，小树林那个吊死鬼是自杀的。如果他是被人吊死的，凶手犯不着这么自找麻烦吧？这心中要有多大的恨，才会用这样的死法呀？让自己变成一个鬼。以后为了防止被这个鬼害，我们一定要远离能产生气体的东西，不然一不小心就和王林一样。刘畅走了，姚浩明和张小林把寝室唯一能产生气体的旧打气筒当即从窗户扔了出去，这才放心的上床睡觉了。一晃有2天过去，联想到刘畅也是2天之后被鬼迷住的，这一夜姚浩明怎么也睡不着了。随着夜色越来越深，沉睡中的姚浩明忽然一个机灵就醒了。他扭头朝着张小林的床铺一看，惊得魂儿都没了，张小林居然不在床上。姚浩明担心张小林的安危，连忙穿上衣服跑进了洗手间，见张小林不在，就跑出了宿舍楼。这时一阵怪异的响声从宿舍楼的后墙传了出来，姚浩明一经意识到什么，跑到宿舍楼后一看，吓得头发全都竖起来了。张小林抱着那个晚上扔掉的旧打气筒，嘴紧紧地咬着打气筒的嘴，正在不停地朝嘴中打气，身体也在慢慢地膨胀着。姚浩明想都没想，就朝着张小林跑了过去。扑通一声，姚浩明被石头绊倒，摔得双眼直冒金星。都说人倒霉，看到脏东西。姚浩明这摔着一跤，正准备爬起来的时候，一抬头竟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一根沾着黑色粘液的管子一头含在长得胖乎乎的鬼嘴中，另一头插在张小林的肚脐里。这个鬼舌头往外伸，眼珠子突出，随着下巴一张一吸，一股气体顺着这根管子进入了张小林的身体。与此同时，这鬼圆滚滚的身体也在一点点的变瘦，而张小林的身体却在一点点的变胖。姚浩明明白了，这个鬼非常狡猾，他故意用打气筒给人打气的方法，让人误以为他所害的人是被气筒打死的，而实际上他躲在暗处，通过身体里的气体偷偷排入到别人体内，来达到害人的目的。容不得姚浩明多想，他一咬牙冲到了张小林的面前，就撕扯起那个黑色管子。黑色管子上的粘液又脏又臭，姚浩明撕扯了半天都没有撕掉。他心里一急，想出了个办法。鬼最怕火了，我就不信你这个鬼不怕火。姚浩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点燃后就对着这根黑色管子烧。黑色管子上的粘液一碰到火就燃烧起来，啊！惨叫声，吊死鬼猛地一吸，把黑色管子吸进嘴里，一闪就不见了。张小林清醒了，一见自己含着打气筒的气嘴，连忙就吐掉了。姚浩明连忙把刚才的事情对着张小林简要的叙述一遍。幸好你只是被这个鬼充了一点气，身体还没有极度膨胀，不然你就会像王林一样。另外，这个吊死鬼是每隔2天才害人的，而且是用注入气体这么怪异的方法来害人，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说到这儿，姚浩明眼睛一亮，问道：“哎，对了，张小莲，在树林里见到吊死鬼那晚，
你和王林因为什么争吵的？把王林气成那样？是为了赵珊珊。王林喜欢上赵珊珊，想追求赵珊珊，因为赵珊珊是你的前女友，我就劝王林放弃算了。不料王林非常生气，说我一心向着你，拿她不当朋友，就和我争吵起来。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和赵珊珊挺般配的，就这样分手可惜了。而且今天下午我找到赵珊珊，劝她说和你和好，不料被赵珊珊数落一阵，把我气得够呛。说到这里，张小林脸色一变，尖叫道：王林是在生了气的当晚被鬼害死的，而我也是生了气的当晚差点被这个吊死鬼害死，难道说与鬼给人输气的方法来害人有关？并不是所有的鬼都能直接害人的，有的鬼想要害人必须通过某种媒介，这个吊死鬼就是通过生气这种媒介来害人的。弄明白这点，再联想到这个吊死鬼生前是自杀的，那就不难理解这吊死鬼为什么要把气体注入到其他人的身体里了。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姚浩明和张小林才起床。没多长时间，刘畅就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哟，不好了，学校都传遍了，说赵珊珊未婚先孕。什么？姚浩明和张小林吃了一惊，随即和刘畅出了门，朝着女生宿舍楼跑去。说来也巧，半路上姚浩明一行三人正好碰到了从校外回来的赵珊珊。一看到赵珊珊凸出来的肚子，三人就傻眼了。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面对姚浩明等三人疑惑的表情，赵珊珊先是气愤，而是恐惧地说：我的肚子是一夜之间变大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刚刚去医院检查了，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这么说，你肚子变大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姚浩明皱了一下眉头。对了，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和人争吵？没有啊。赵珊珊摇了摇头，略一思索。哎，对了，昨天晚上我起床去洗手间的时候，被室友乱扔的鞋子绊了一跤，把我气得要死。这就对了。姚浩明扫了一眼张小林和刘畅，点了点头。转眼就到了晚上，姚浩明看了看时间，拉着张小林就走出了寝室。张小林疑惑道：干什么去这么急？跟踪姚珊珊，如果我没有判断错，今天晚上一定大有收获。姚浩明神秘的一笑，卖了一个关子。十几分钟之后，姚浩明和张小林来到女生宿舍楼下，找到一个地方躲了起来。大约过去1个小时，赵珊珊手拿着一根细软管子走出了宿舍楼。她四处看了看以后，朝着东北方向走去。在东北角一处破败不堪的围墙底下，赵珊珊跪下，朝着四处拜了拜以后，口含着塑料管一端，把塑料软管的另一端对着天空一动不动了。诡异的是，赵珊珊圆滚滚的肚子竟然在慢慢的缩小。哼，又是障眼法。姚浩明冷笑一声，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柳树叶，粘在自己和张小林的眼皮上，并解释道：柳树叶有驱鬼的作用，粘在眼皮上能让我们的双眼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当姚浩明和张小林睁开眼，再次看，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幕：一根淌着肮脏粘液的黑色管子，一头插进赵珊珊的肚子里，另一头，一个很瘦的吊死鬼含在嘴中。让张小林大吃一惊的是，这个吊死鬼竟然是刘畅。这回，这吊死鬼是在吸气，随着赵珊珊肚子里的气一点一点被吸走，她的肚子开始恢复正常。与此相反，因为吸了气的缘故，刘畅的肚子却一点点变大。一个飞到天上的人，居然毫发无损的回来，因此我早就断定刘畅是个鬼了。再说，刘畅是个胆小懦弱的人，成天受人欺负，受了不少气。我估计，就是在这情况下，刘畅才一气之下上吊自杀，把自己变成鬼。姚浩明继续小声说道：
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做了鬼以后，刘畅每隔2天就会因为生气而导致身体膨胀，他急需要出气，不然就会被胀死。出气的方法有2种，一种就是在自己身上戳出无数的小洞，让气体排出去。上次刘畅就是选择的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就是去害人，把气体注入到别人的体内。从鬼的天性来看，刘畅自然是爱选择害人这种排气方法。另外，膨胀后的刘畅因为脸变了形，自然被我们就认不出来了。那这次刘畅为什么要帮助赵珊珊把肚子里的气排出来？昨晚刘畅借害你来排气没有成功，就连夜把气体排到了赵珊珊的肚子里。这次他把赵珊珊肚子里的气吸走，我怀疑是刘畅在迷惑我们，想把我们怀疑的焦点移到赵珊珊的身上。说到这儿，姚浩明见赵珊珊的肚子恢复的差不多了，连忙扯下了自己和张小林眼皮上的柳叶。走，我们装作什么都看不到的样子，去责问赵珊珊。姚浩明朝着张小林使了一个眼色，二人就从躲藏处走了出来。真没想到啊，赵珊珊，原来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姚浩明冷笑一声，对着赵珊珊说：现在我们亲眼所见，看你怎么解释。我中午午睡时做了一个怪梦，有一个鬼托梦对我说，他是一个好鬼，只要我晚上来到这里，口含塑料管对着空中，肚子里的气就会排出来。赵珊珊急了，一个劲儿的解释：我说的是真的，你们可不要乱想。哼，我们不是小孩，想骗我们门都没有。张小林配合着姚浩明冷嘲热讽一番以后，就和姚浩明扬长而去。接下来怎么办？回到寝室，张小林问道。再过1天，刘畅又会找人出气，到时候你故意激怒我，让我生气，我自有办法对付刘畅。姚浩明微微一笑，向张小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当晚按照约定，张小林找了一个理由和姚浩明争吵。姚浩明气坏了，往床上一躺，再也不和张小林说话了。夜晚越来越深，睡梦中的姚浩明开始逐渐肚子变大起来。张小林一见，连忙从床头摸下一根粗木棒，几步跑到姚浩明的面前，对着姚浩明的肚子就狠狠地砸了下去。咚的一声，木棒砸在姚浩明的肚子上，只听噗嗤一声，姚浩明的肚子瘪了下去。与此同时，一个口含黑色管子的吊死鬼出现在姚浩明的身旁，黑色管子另一头仍插在姚浩明的肚子上。吊死鬼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突然双手一捂嗓子眼儿，剧烈的咳嗽起来。我好难受，体内像着了火一样，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吊死鬼惊恐地看着张小林，问道：我在肚子上放了一个用猪肚做成的口袋，并在口袋里放置了一些朱砂和桃木灰的混合物，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把气体注入到我体内，而是注入到这个猪肚子里，并和里面的朱砂和桃木灰混合在一起。姚浩明一睁眼，跳下床对吊死鬼说：张小林那一棍，猪肚里的气体又砸回到你的身体里，想想看，刘畅，你身体里有那么多的朱砂和桃木灰，你还能活吗？我上当啦！刘畅惨叫一声，伴随着轰的一声响，一团火在刘畅体内炸开。哼，这下没鬼和我竞争了，我肚子里的气体总算可以找人排出来了。张小林抚摸着鼓鼓的肚子，得意的笑着说：你什么意思？姚浩明吓得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了什么。我的体内还残留着一部分刘畅体内的鬼气，经过这几天的运转，这股鬼气已经和我合成一体了，你说我还能活吗？啊？张小林阴笑着问道。姚浩明一听，吓得两腿一软，整个人就瘫到了床上。好了，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拿你出气。记得，人生就像一场戏，别人生气你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